陆子言，还我儿子！你凭什么抢走我的孩子？安澜，别怨朕。清堂7日之后就要做皇后了，借腹生子的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这里面是慢性毒药，7日毒发。朕给你7天时间，好好准备自己的后事吧。你是谁？我是绣魂世家传人苏安澜。朕是大齐天子，定以正宫之礼迎你入宫，用一生来报答你。好，那我也给你7日，好好想想到底要不要我死。哼，安澜，你不必威胁朕，朕确实有愧于你，但朕也是迫不得已。檀儿无法生育，朝臣们一直不同意让她做皇后，朕不能不为她打算。这7日，朕准你在宫中自由行走，想要什么尽管提，全当是朕还了你当年的救命之恩。但如果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那就别怪朕拿你的孩子开刀了。臣妾明白，你是天子，能指鹿为马，我只是孤女，说出真相也会被强压下去。既然如此，陆子言，我就换一种方式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奴婢这就去求陛下，传太医过来瞧瞧吧。站住！不准去！可您疼成这样，这皇宫里总得有人心疼您啊！心疼？这皇宫最不缺的就是人，最缺的就是心。以前他嘘寒问暖，那是为了哄我给他们生孩子。如今我这药渣没用了，就算我在这儿疼死烂透，他都不会皱一下眉。瑾妃娘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宝宝，让娘再好好看看你，把你的模样记在骨子里。苏安澜，谁准你碰本宫的孩子的？怎么不甘心，想偷回去？那你可要问问陛下准不准了。你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姐姐，苏安澜，你在干什么？陛下，臣妾担心孩子受寒，好心劝姐姐把孩子还给五娘，没想到她不仅不听，还推搡臣妾，说臣妾没资格管孩子。檀儿受惊了，朕在这儿。瑾妃，看来朕对你还是太宽厚了。来人，带瑾妃去领20杖责，即刻起禁足宫中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得踏出半步。陛下，给我安个罪名，将我逐出宫吧，这样我能获得自由，你们也无需背负杀恩人的代价了。苏安澜，你知道的，死人的嘴才是最紧的，朕会让你离开的，不过只能是尸体。傻子，我这是在救你们啊，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娘娘，他好狠的心，20杖啊！您的后背全是血，奴婢给您擦擦。别跑，疼。苏安澜，你到底对檀儿做了什么？说！陛下觉得一个将死之人还能做什么？你还敢狡辩！自你昨日见过他身上就莫名出现了许多淤青，刚才更是呕血不止。太医查不出病因，你出身绣魂世家，一定是你动了什么妖法秘术。绣魂为的是救人和渡魂，不是用来害人的。那檀儿为何会跟你受了一样的伤？贵妃如今这样，跟我无关。陛下与其揪着我不放，倒不如想想，是不是遭了什么报应？为何我一受伤，他就病重不起？你就没想过原因吗？死到临头还敢威胁朕！朕看你是不到黄泉不掉泪。来人，将瑾妃拖去长清宫外跪着。她什么时候承认谋害皇后？什么时候再起来？为何我一受伤，他就病重不起？你就没想过原因吗？死到临头还敢威胁朕！朕看你是不到黄泉不掉泪。来人，将瑾妃拖去长清宫外跪着。她什么时候承认谋害皇后？什么时候再起来？苏安澜，你还要毒气到几时？朕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解法在哪儿？若是还不说实话，朕便真让你一直跪在这里。你猜猜，你如果真的让我在这儿一直等着，你的檀儿还能活多久？你果然动了手脚，看来不用重刑你是不会交代了。来人，把瑾妃拖到檐下，绑在廊柱上，取冰水来，朕要好好让她反省反省。说，到底是什么邪术，
别逼朕继续用刑。陛下若是觉得用刑舒坦，那便继续。反正你折磨的也不是我一个人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突然不对劲，人冻得跟冰块一样，就是瑾妃这个样子，一模一样啊！陛下，说，这到底是什么妖法？怎么解？快给朕解开！无解，陆子言，我痛他痛，我死他亡。这命切一旦结成，便无法改变。五行相生相克，朕贵为天子，从不信有什么是无解的。来人，将瑾妃拖下去软禁，严加看管。另外派人出宫，翻遍天下，也要给朕找到能破这邪术的义士。檀儿，感觉如何？多亏了陛下找来的奇人，臣妾觉得胸口没那么闷了。苏安澜，看看吧，朕就说人定胜天，你的算计失效了。现在咱们该好好算算这几日的账了。檀儿，你因他受了这么多苦，想怎么罚尽管说，朕替你做主。陛下，臣妾这条命差点就没了。臣妾记得书中记载，前朝有种刑罚名为梳洗。好，便依檀儿。陛下，他还有力气不吭声呢，不如再试试烙刑。臣妾想看看皮肉被烧焦的时候，他还能不能这么有骨气。准。陆子言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孟清堂不能生育，并不是因为她是使女，而是死之前先去叩拜皇后，全当你为前几天的事给檀儿赔礼道歉了。陆子言，你想好了，当真要看着我去死？好。你前天昏迷前的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苏安澜，朕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昏迷前说檀儿不能生育，不是因为使女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还留了什么恶毒的后手？陛下不必多问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苏安澜，朕警告你，今日是檀儿她封后的典礼，你最好给朕安分守己，别耍花样。你也别存着什么侥幸心理，不怕告诉你，朕赐给你的那杯毒酒没有解药。只要你今日老老实实的观礼，不乱说话，等你死后，朕还可以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恩赐你一场厚葬，保你死后安荣。给朕看紧他，让他全程跪着，把眼睛给朕睁大，好好观礼。属下遵命。跪好，别误了封后大典。谁厚葬谁，现在还说不定呢。新侯愣台，百官朝贺。乔建美，那才是咱们大齐的主子，这凤袍穿在贵妃娘娘身上，真是绝色。什么贵妃？过了今日，那可是皇后娘娘。我的檀儿真美。还想跟我斗？你们！陛下，您瞧，姐姐许是见不得臣妾受封，竟气得吐血了呢。这是他自找的，既然他想看，那就让他看个清楚。檀儿，皇子没事，接住了。这大典之上，这大凶兆啊！难道是苍天有眼？刚才看吧，厚葬谁还不一定呢。救命！陛下救我！娘娘，娘娘，她撑不住了。檀儿，你怎么了？太医，传太医！怎么可能？位置、形状一模一样。这钻心一般疼，好疼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，檀儿？一群废物，为什么压不住症状？如懿不是说已经好了吗？陛下饶命！娘娘这症状实在诡异，微臣行医多年，从未见过这般离奇的情状啊！滚，都滚开！苏安澜，说，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赶紧给朕把邪术解了，不然朕立刻让你身首异处！杀吧，反正这毒已经攻入肺腑，你不杀我，我也活不成了。你这一剑刺下去，正好能陪你的新皇后共赴黄泉。你以为朕不敢杀你？陛下请便，我这辈子为你折损了半身阳寿，临死还能带上你最爱的女人，我不亏。那朕就先杀了你这个妖女！陛下且慢！咦，
是国师那个老头来了呀。国师，为何要特地赶来阻止朕诛杀这等妖言惑众的毒妇？他险些害死檀儿，朕要他偿命！陛下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！立刻派人医治瑾妃娘娘，去取最好的参汤，绝对不能让她断气！快呀！不瞒国师，朕为了封后典礼能顺利进行，早前便亲手给瑾妃服了毒。那是特制的绝命散，7日传肠，这毒没有解药，救不了的。陛下，你糊涂啊！你这是分明是亲手绝了皇后娘娘的生路啊！国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害了檀儿？陛下，您还没看出来吗？您看看瑾妃脖子上的红痕，再看看皇后娘娘颈间的淤血，瑾妃娘娘和贵妃，哦不，和现在的皇后娘娘，她们是共生关系。共生？我要是没猜错，这应该是失传已久的禁断秘术同魂器。此器一旦结成，契约双方那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啊！同魂器，瑾妃受过鞭打，皇后便会负伤；瑾妃中了剧毒，皇后也会中毒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国师，您一定看错了。前2日那南阳巫医进了宫，他施了法，朕亲眼看见檀儿的伤好了，他气色红润，能吃能睡。要是真有什么契约，那巫医明明已经治好了檀儿啊！那巫医明明说过，檀儿已经根治了。陛下，南阳小术不过是蒙蔽了您的双眼，暂时压制了表象。可这命脉相连的同魂器，那是根植于神魂之中的，哪是区区巫医能根治的？救他！国师，朕命你立刻救他！不论要什么灵丹妙药，不论要多少珍宝，朕都给你，只要能治好檀儿。陛下，这不是珍宝能解决的事。这同魂器是以命抵命的禁术，老臣也只是听说过这种秘术，并不精通。连你也没办法，你可是大齐的国师啊！好，那我也给你7日，好好想想到底要不要我死。陛下，娘娘的呼吸越来越弱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陛下，结灵还需系灵人，这契约是瑾妃娘娘亲手结下的，陛下还是得问瑾妃娘娘，才可能有一线生机。苏安兰，苏安兰，你看着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檀儿种下了同魂器？说话呀！这魂器该怎么解？说，你快说啊！只要你能救檀儿，朕什么都答应你。真的，朕什么都依你。安瑶，朕求你了，告诉我解法好不好？朕把命还给你，朕现在就撤了那道赐死的旨意。还有孩子，那个孩子朕也还给你，以后他就在你膝下抚养，谁也不敢抢走，行吗？只要你开口救他，朕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陆子言，看你这副样子，真是有趣。安兰，你听到朕说话了吗？朕把孩子还给你，只要你点头，你还是瑾妃，不，你是皇后。现在知道急了。只要你救他，朕什么都依你。那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？抢走我儿子的时候，你可曾急过一分？赐我毒酒的时候，你又在想什么？这血怎么都止不住？毒性入心了，这绝命散在疯狂侵蚀脏腑。安瑶，别睡，你还没告诉朕解法。安兰！好累啊，我真不想说话了。苏安兰，你回答朕，解法到底是什么？朕在问你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说，只要你开口，朕什么都给你，哪怕是你要朕的命，朕也认了。你说啊！凭什么？你问，我就必须要答吗？安兰，太医，快救他！给朕救活他！他要是断了气，朕要你们所有人陪葬！陛下，
瑾妃娘娘毒气攻心，脉象已绝啊！快看，皇后娘娘那边的气息也停了。陛下，现在顾不得上岗了。老臣记得高祖时期，西域曾进贡过一粒世间罕有的还魂丹。您若是想要皇后活，便赶紧取来，先保住瑾妃娘娘的命。去开朕的司库，赶紧去取，快！取来了，陛下，高祖留下的还魂丹取来了。陛下，这可是高祖传下的孤品，世间仅此一粒，原是留给历代帝王续命用的。您当真？只要能让檀儿活命，别说是一粒丹药，就是要朕的江山，朕也舍得。快给苏安兰服下。陛下对皇后娘娘真是深情，那可是续命的至宝啊，说拿就拿出来了。是啊，以前瑾妃娘娘生皇子九死一生，也没见陛下动过这心思，终究是比不得。陆子言是真的爱孟清帆，到头来我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。动了，檀儿的呼吸顺了。安瑶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不疼了？快告诉朕，解药在哪儿？苏安瑶。陛下别高兴太早，这只能强行吊住娘娘3日的生机。拿着令牌，分头去寻。不论是引械的医圣，还是民间的解毒高手，只要能解，立刻马不停蹄带回宫。国师放心，属下等定当竭尽全力。国师，这冰天雪地的3日时间，怕是难办啊。难办也要办。瑾妃若是断了气，这大齐的皇后也就保不住了。快滚去办差。国师，这等秘术用起来定是消耗极大吧？自然是损耗巨大的。朕真是不明白，苏安兰为何非要如此歹毒？朕即便要她死，那也是为了檀儿的后位。她若心有不满，大可冲着朕来。你说，她这样不惜折损自己，也要把檀儿拖入死泉，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嫉妒檀儿得了皇后的尊荣？陛下，老臣观瑾妃娘娘的面相，虽有死气，却无戾气。你什么意思？依老臣看，瑾妃娘娘这番举动，倒不像是在害人。她把檀儿害成这样，你竟然说她不是在害人？陛下，老臣总觉得她这更像是在救人。救人？这绝不可能！国师，您定是老糊涂了。您亲眼瞧见檀儿被她害成这般模样，她若是想救人，何必动用这种的术法？这分明是想要檀儿给她陪葬。朕待她不薄，她入宫3年，朕给了她多少恩赏？她如今竟用这种报复来回报朕。陛下，老臣确实不敢妄断，但这同魂器自古以来，施术者要承受的痛苦远方受术者更多。老臣早年跟苏家有些旧交，苏家祖上爹是宅心仁厚之辈。以老臣对苏家家风的了解，觉得瑾妃也不像是那种因私愤而罔顾人命的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她在外待了那么多年，谁知道信性变成了什么样？真假虚实争辩无用，不如等瑾妃娘娘醒了，咱们当面问个清楚，到那时再说也不迟。也罢，朕便耐着性子等，她最好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定要她生不如死。陛下，瑾妃娘娘的脉搏忽然变弱了。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呕血了，呼吸也快停了。救她！快救苏安兰！拿最好的老参灌下去，哪怕是用续命的金针，也得给朕保住她的脉象。这可是西域进贡的雪莲，陛下说，只要瑾妃娘娘能张嘴，多少都得灌进去。这宫里真是变了天，前几日还当犯人折磨，如今这规格竟比皇后还贵重几分。安兰，你终于醒了！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了。感觉如何？还痛吗？要不要朕叫太医再加些止疼的方子？安兰，您快躺下，你身上还有伤呢。娘娘万万不可多礼，您现在千金之躯，关乎着2人的性命，身体为重啊。国师，晚辈幼时常听祖父提起您，说您是大齐最正直的长辈。您与我祖父是至交好友，心中若有疑虑，便直接问吧。晚辈既然醒了，便绝不会瞒你。既然如此，老臣就预履了。老臣曾听你祖父提过同魂器，若老臣没记错，这应该是独属于你们绣魂苏家的不传秘法。此等秘法，施术者需承受双倍反噬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会轻易动用。不知娘娘为何要将秘术用在皇后娘娘身上？难道真如陛下所言，是为了报复？是为了救人。救人？苏安兰，你把她害得满身是伤，躺在床上生死未卜，你居然管这叫救人？陛下，先别急。娘娘既然说是救人，
那这其中定有老臣和陛下不知道的隐情，方便说给我们听听吗？在说同魂器之前，陛下，您可还记得3年前我救下你的那段完整的回忆吗？救朕的回忆，那段记忆，朕自然记得。是你救了朕，朕也承诺过会护你一辈子。可这跟檀儿的事有什么关系？陛下当真记得每一个细节吗？朕自然记得。那时朕带父皇出巡，行至郊外竹林，遭到前朝余孽的暗算，朕身边护卫尽数战死，朕也身受重伤。是你在野外发现了拼死的朕，在那间破旧的草屋里，你动用了绣魂术为朕缝合了残魂，朕才得以活命。若非如此，朕怎会以正宫之礼迎你入宫？这3年的荣宠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朕记得清楚吗？不，你记得不完整。苏安澜，朕的记忆难道还要由你来指摘？不是指摘，而是事实，或者应该说是绣魂术的代价，让你选择性的忘记了那晚最惨痛、最让你无法承受的记忆。娘娘的意思是，陛下的神魂在缝合时，曾因为极度的恐惧或悲伤，自我封闭了部分感知。陛下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出事那天，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吗？仔细想想，马车里到底还有谁跟你一起？马车里还有谁？檀儿，对，那天朕是带着檀儿一起出巡的。陛下，您保重龙体啊！没错，陛下总算想起来了，那天被刺杀的不只是你，还有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孟清堂。娘娘，您的意思是，当日皇后娘娘也受了伤？不，她不是受了伤，她比陛下更倒霉。我到的时候，陛下尚有一口气在，而她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不可能！苏安澜，你为了脱罪，竟敢咒檀儿！如果他3年前就死了，那现在的檀儿是谁？这3年来陪在朕身边又是谁？活得好好的，陛下自诩爱他入骨，那陛下不妨现在就重新想一想，这3年来，在那同床共枕的深夜里，他的体温是不是总比常人要低上许多？当你将他拥入怀中时，他的心跳是不是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，甚至连你自己都怀疑，那到底是不是活人的跳动？还有，相比从前那个最喜阳光、活泼好动的孟青青，这3年来的他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古怪？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喜欢待在那些阴暗、密不透风的地方了？不会的。陛下，看来瑾妃娘娘说中了。暗暗的地方，心跳微弱。檀儿真的死了。陛下，你现在应该都想起来了。那日我赶到时，你胸中中了一箭，心脉受损，确实危在旦夕，但尚有一线生机。不会的，檀儿当时明明还拉着朕的手，他还叫朕快走。那是你的幻觉，现实是孟清堂当时心脉尽碎，全身血肉模糊。等我走到他跟前时，他的魂魄早已离体，回天乏术。你胡说，檀儿还活着！娘娘，老臣曾听闻苏家很是玄妙，但从不知有如此效果。那后来您是如何做的？这契约，莫非就是那时结下的？绣魂之术虽然神妙，但也并非无能。它可救魂魄尚在的濒死之人，即便伤得再重，最多也就是耗费我些许阳寿罢了。可是绣魂术却救不了魂魄离体的人，死人就是死人。所以，娘娘您为了保住他，竟然动用了那一招。没错，想要他留在你身边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活人之魂为引，以自身血肉为线，绑定同魂切，让他与我共生共死。所以，这3年来并非我害他，更不是我贪图这宫里的荣华富贵，而是当年我看着你求我救他，我一时心软，动用禁术将他留在你身边。怪不得皇后娘娘这3年来从不召见太医诊脉，原来她根本没有脉搏。至于她为何不能生育，你们现在应该也彻底明白了，不是因为什么天生使女，也不是太医无能。陛下，到了这一刻，你还觉得我是那个心怀叵测、手段歹毒之人吗？造孽，造孽呀！来人，都哪儿去了？给朕滚出去找！翻遍京城，翻遍整个天下，给朕找解药。若是救不活瑾妃，朕要你们通通陪葬！快去啊！娘娘，老臣斗胆问一句，这契约是否根本无解？国师慧眼，同魂器一旦结成，便以施术者魂魄为基，
自此以后，同生共死，永世相连。那这便是命啊！老臣无能，救不得娘娘。如今那便只能祈祷陛下能寻到绝世之药，保住娘娘的一线生机，否则皇后娘娘也保不住了。苏安莲，你闭嘴！你在胡说什么？不可能！我明明好好的，我会痛，我会哭，我在这后位上坐得稳稳当当，我怎么可能是个死人？皇后娘娘，您醒了！你告诉本宫，本宫是活着的，对不对？本宫有心跳，本宫是活生生的人，快说啊！再过几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找了这么久，连一个能压制绝命伞的人都找不到吗？娘娘，雪地凉，你快回屋啊！陛下，臣妾不想死。陛下，你一定要救活苏安兰，你一定要保住她的命啊！她活着，臣妾才能活。檀儿放心，朕在，朕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朕已经派出了所有的人手，哪怕是踏平这天下的医馆，朕也会保住苏安兰的命。朕会尽力，朕一定会救你的。能解绝命伞吗？解不了，提头来见。唉，毒入骨髓，谁来也难求生路。喝，快喝！滚！都给朕滚出去！若熬不到落日，你们统统陪葬！娘娘，时间到了，陛下他已经快疯了。这日子终于到了。苏安兰，你以为你能带着我一起死吗？苏安兰，没想到吧？我发现了一本古籍，古籍上说，同魂器并非无解，只要死者亲手杀死器主，便能反噬其身，独享器主的灵魂。你安心去吧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儿子，还有紫妍的爱，以后我都会用你的魂在这后位上长长久久的活下去。清檀，你确定那古籍是真的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就没觉得那本古籍出现的太巧了吗？这可是我从长清宫进士的密沟里搜出来的，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，想骗我收手。晚了，你怎么可能站得起来？你明明中了绝命伞，又被我刺穿了胸口。我的意思是，那古籍是我特意安排你看见的呀。你安排的？不可能！你是说那是假的？对啊，不然为什么偏偏你能发现，皇帝、过失都发现不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看来孟小姐在宫里待久了，连这种拙劣的诱敌之计都看不穿吗？这种所谓的夺魂之法，不过是我想让你亲自动手的鱼饵罢了。你在骗我！古籍上明明写着……古籍上写什么？那得看写书的人想让你看到什么。现在我教教你同魂器的真正解法，从来不是什么死者杀器主以夺魂，而是主动杀害对方者，将承受契约全部的罪孽与反噬。孟清檀，这契约本就是我苏家禁术，既然命数相连，那因果自然也相连。如今你先动手伤了我，那我身上的伤和那份剧毒，现在便全都转移到你身上了。不，这是本宫亲手找来的古籍，上面明明写着我能活，是你骗我，你这个贱人！简单来说，谁先动手，谁死。既然我活不了，那我就带着你一起。檀儿，你疯了吗？你在干什么？陛下，这女人在骗你，她害了我，救救臣妾！孟清堂，朕日夜守在你的榻前，为了救你，连祖传的丹药都舍得拿出来。可你在干什么？安兰她3年前救了你，即便她现在要死了，她也是为了救你才落到这副田地。你怎能如此恩将仇报，对她痛下杀手啊？陛下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设计骗我。那本古籍是他故意让我发现的，那是假的。他在里面动了手脚，故意引诱我动手，好将所有的契约反噬全都引到我一个人身上。陛下，他是想让我替他呀。您看他的脸，他的脸色明明已经好了。够了，孟清堂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狠心。现在刀还插在他身上，证据确凿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要把脏水泼给一个为了救你快要没命的人，
孟清堂，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？檀儿，朕一直以为你是这世上最纯善温婉的女子，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何时变得这样恩将仇报了？你说我恩将仇报？陆子言，你竟然有脸说出这4个字！我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？论起过河拆桥忘恩负义，本宫哪及得上你这位万岁爷的1/1000？苏安澜也救过你的命啊，你又是怎么对他的？你抢他儿子，给他赐毒酒。陆子言，若论恩将仇报，你才是我的好师傅。无理取闹！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敢攀咬朕，还敢对救命恩人百般诋毁，自己做错了事还要咬着别人不放，朕怎么会宠了你这样一个恶毒的女人？孟清堂，朕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陛下，救我！你这是怎么了？皇后娘娘没气儿了。没气了？怎么突然没气了？陛下，不好了，瑾妃娘娘也断气儿了。苏安澜，你醒醒，朕不准你死！你还没把儿子养大，你给朕睁开眼！朕不准你们死，都给朕回来啊！朕到底做了什么啊，陆子言啊？要不是你有心偏袒，要不是你执意赐下那杯毒酒，也许不会有今天了啊！哎呦，稳着点儿，这可是送瑾妃娘娘最后一程，出岔子要掉脑袋的。不对劲儿啊！这瑾妃娘娘的棺椁怎么轻的离谱？许是恩娘娘走之前受了太多苦，人寿脱了相吧？不是那种寿，是像里头根本没人一样，风一吹都能飘起来。你说什么？轻的离谱！开棺！给朕把棺材打开！陛下，这不合规矩，惊扰了娘娘奉教。朕让你开棺！没死，他没死！苏安萧，你居然连死都在骗朕！陛下，不好了，东宫走水，乱成一团。小皇子呢？小皇子不见了。从今往后，咱们不当皇子，只当娘的孩子。苏娘子又教小远识字呢，这孩子生得真好，瞧这眉眼，活脱脱是照着你的模子刻出来的。孩子长得像我就好，可不是嘛？走南闯北的客商都说，从没见过这么灵气的孩子，就是一点儿也没瞧见你那家男人。不过长得像你，将来定是个心疼娘的。娘，我只有娘。大婶说我生得好，那娘开心吗？开心。安远，你要记住，你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样，是这江南养大的。娘给你取这个名字，就是祈愿你一生平安顺遂，远离纷争。听说了吗？京里那位快把天下给翻过来了。怎能没听说？皇榜贴的漫山遍野，就为寻一位假死的妃子和小皇子。起初陛下雷霆大怒，连杀好几个抬棺校尉，说要抓回来碎尸万段。哎，现在风向变了，听说陛下不杀人了，倒像是丢了魂儿。是啊，找不到人，就守在那妃子的空殿里，对着梳妆台说话。3年了，苏安萧，你当真是狠心！朕是天子，你带着朕的骨肉能躲到哪儿去？安萧，你回来，哪怕是回来杀了朕也好。娘，咱们买完莲子去吃糖糕吗？好，买完糖糕，咱们就回家。京里消息越来越离谱了，那位现在跟疯了没两样。听说了，半夜对着空镜子大吼大叫，非说孟皇后在宫里转悠。娘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安远听错了，他们在说戏里的浑人，听过便忘了。吃你的栗子。滚开！孟青池，你给朕滚开！是你先动手的，苏安澜救了你的命，是你自己要杀他。陛下，边关告急，军饷绝不能克扣。魏大人两朝老臣一心围攻，您怎能无故罢黜？老臣，朕看他是想仗着资历逼朕退位，凡是敢跟朕唱反调的，通通罢黜。陛下，众叛亲离的滋味如何？您提拔的那些心腹，现在都在外面给辛大人投诚呢。你们想要这江山，朕给你们，但这大殿，你们不配进来。躲在这废妃寝宫里等死。陛下，您当年若对瑾妃有这一半的实情，江山何至于此？安澜，朕总觉得你还在这里，那就从这里开始，就在这里结束。朕把这命还给你，你能不能在路上等一等朕？苏娘子，
出大事了！京城变了天了！那位陆皇帝众叛亲离，自焚而死，烧得只剩一具焦黑的枯骨。那个人是死了吗？可不是嘛，他哪儿都不烧，偏偏死在了一位瑾妃娘娘的寝宫里。安远，看清楚了吗？这个远字意为远离纷争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有的苦是他应得的。苏娘子，过2日便是中元节了，镇上不少人给新崩的那位主儿烧纸，你要不要也备一点儿？不必了，有些人在这世上活得不明不白，死后也入不了正路。哎呦，你这娘子倒是心狠！他那种人不值得任何同情，更不值得祭奠。远儿，书要读，字要识，但这门绣魂术你也要开始学了。娘，学会了这个，是不是就能像书里的大侠一样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？娘不指望你用它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。这门手艺是苏家的根，娘只盼着它能在你手里安安静静传承下去，便足够了。还有一件事你要记住，将来别随便就去救人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救的是人还是什么。安远记住了。娘，远儿的父亲到底在哪儿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安远不必挂念，他去很远的地方了。娘，别难过，你还有远儿，远儿会一辈子陪着娘，努力读书习武，将来让娘享福。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。好，娘等着远儿让娘享福。喜报！江南苏府安远公子高中状元，金榜题名。状元郎，咱们这小镇竟然出了个状元郎！苏娘子，快出来瞧呀！你家安远有大出息了！娘，远儿做到了，金榜题名，从此再没人敢轻看咱们。娘，陛下已降下恩旨，命远儿即刻赴京上任。儿子想接您一同进京，买最大的宅子，让您享福。您跟远儿走吧。远儿，你去吧，那里是你的锦绣前程，却不再是我的归处。娘，为什么？那是京城啊，全天下最繁华的地方。您辛苦了一辈子，儿子想带您离开这偏僻小镇。偏僻吗？我觉得这江南很好，风是温暖的，水是四溢的，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让人心烦的东西。娘，远儿会常回来看您。去吧，好好做你的官，做你的清官。夫人，又是京城来的信，少爷这信比节气还准，半月一封，从未断过。他又念叨什么了？少爷说新帝仁厚，开恩科轻击毙，现在的朝廷跟当年跟那位在位时简直是云泥之别。他还说京城的百姓到现在都在夸当年的宫变是老天开眼。这些话在家里说说便罢了，京城的是非不要在信里回他。娘娘，别来无恙。国师，你称呼错了，这世上早已没了娘娘，站在你面前的只有苏娘子。国师贵为3朝元老，今日为何登门拜访？老臣此行只是尽臣子本分。若是为了替陆子言求什么往后余生的供奉，国师请回吧。当年那场火烧得干净，他的尸骨我都亲自看过。那具焦尸不是他，先帝没有死。国师说笑了，叛军围攻，引火自焚，天下皆知的事，到了国师嘴里竟成了儿戏。那是当年那个南阳巫医。娘娘离开后的第5年，先帝已察觉朝局不稳，他潜入家旧宅，翻遍了每一片瓦砾，他发现了这个我祖父的手砧，同魂器，另有重命。器主若以7成精血为引，可将契约移到死囚之身，代价是原器主折损30年阳寿。所以谭坤折寿30年，也要演这出假死的戏，看着满朝文武被骗。陛下不是为了躲，是为了寻。这些年，他走遍了您去过的每一片荒野，守过您生产的那间偏地。够了！他走遍大江南北，那是他的因果。国师告诉我这些，又是想从我这儿拿走什么？因为他要死了。陛下如今五脏俱损，骨瘦如柴，至多还有半年。他只求临死前能再见娘娘一面。见我？我又为什么要去？娘娘认得这个，这是那年先帝亲手刻下的。当年宫变仓促，这枚玉佩没能送出。如今安远殿下在京中任职，意气风发。可娘娘，您真觉得京城是太平之地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老臣听说朝中已有人在暗中查遍殿下的身世，
殿下虽与先帝相貌不同，可那双眉眼分明是刻着娘娘您的模子。若有心人要查这皇长子的来历，只怕安远殿下性命堪忧。国师，你在威胁我？老臣不敢，老臣只是在转达陆子言的话。那也请你一字不差地转达我的话。他要来，叫他自己过来，我不过去。娘娘，先帝如今的身体早已是强弩之末。身体？他现在知道疼了。他当年让我在冰水里跪了整整1夜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身体？他亲手给我灌下慢性毒药，看着我咳血不止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身体？告诉陆子恒，我不去，哪怕他下一刻就断气，我也绝不踏出这院门半步。娘，远儿休沐归家了。当了官儿，怎么还这般毛毛躁躁？小何，快去生火！我想这口桂花糕想得满脑子都是。回来就好，先去洗把脸。晚饭后，娘有话问你。在京城这3个月，没人为难你吧？心地仁厚，万事顺累。远儿，娘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娘，其实我早知道了。在京城时，国师找过我，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关于我的身世，还有他如今的模样。为什么不告诉娘？因为我怕娘不让我去。娘，我知道你恨他，可我亲眼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哭了，哭得像个找不到路的孩子。他说他对不住娘，也对不住我。你信了？我没有信，但我可怜他。可怜？他瘦的只剩一副骨架，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。他说他最后的愿望就是临死前能死在娘身边。他够了！娘，我知道，国师都跟我说了。他说当初是迫于朝廷压力，他不得不。你知道？不，你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他给我灌过毒药，甚至不知道他对娘用过刑。娘，这些……那时候我刚把你生下来，他就站在我床边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亲手从我怀里把你抢走，转手送进了孟清潭的寝殿。我爬起来去御书房求他，他呢？他让人把我像物件一样摁在地上。他亲手端来一盏毒酒，他说安澜别怨朕，清堂7天后就要做皇后了，借腹生子的事绝不能让人知道。这里面是慢性毒药，朕给你7天，好好准备自己的后事。娘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。他见我的时候只说他做错了，他根本没提过这些丧心病狂的事儿。他当然不会提，因为他是陆子言，他到死也不会承认自己到底有多恶，他只会挑选那些能让自己显得深情无奈的碎片说给你听。可他看起来真的快要死了。远儿，娘不怪你去见他，你长大了，官做得好，心也正，你有你自己的判断。但你记住一件事，他今天对你说的那些悔恨，那些深情，8年前他全都对我说过。他说他会护我一辈子，他说他这辈子最感激的人是我，他说他永远不会负我。每一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那表情那语气都是真的。可转过身杀我害我夺我骨肉的时候，那些狠毒也都是真的。娘，他说他这辈子没求过人，他希望临去的时候娘能在他身边。当时我答应帮他问一声，但去不去是娘自己的事儿，无论娘做什么决定，远儿绝不勉强。夫人，这信是京城加急送来的，信是说务必亲手交到您手上。新帝的亲笔啊！陆子言，你这好弟弟蛰伏了3年，到底还是嗅到了这块肉的味道。娘子，这信上写了什么？怎么牵扯到那位王爷了？若陆子言再不死，全天下的人都会拿安远的身世做翻盘的筹码。国师在哪里？还在镇口的客栈住着，听说日日酗酒，人都不像样了。带他来见我，立刻。苏娘子，靖北王要拥立先帝血脉，这件事陆子东知道吗？半月前便知道了。靖北王他放任先帝来江南，就是为了等这个逼先帝现身的机会。所以，陆子言让你来找我求什么临终一面，根本就不是因为愧疚，而是为了利用我，利用安远。不是的，先帝是想在临死前公开现身，当众宣布于安远殿下。只要殿下当众拒绝皇位，全天下都会知道他无心江山，靖北王也就再没法拿身份做则贴了。他让你们用玉佩威胁我，用安远的身世逼迫我的时候，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过这些利害关系。娘娘，先帝他也是为了保全殿下。他不配叫先帝，在我这里，他只是陆子言，
一个欠了我3条命，到死都要算计我们母子的罪人。带我去见他，我要亲眼看着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招。良，是你吗？晋北王的事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半个月前。也就是说，你让国师去江南找我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了晋北王在盯着安远。陆子言，你千方百计要见我，甚至不惜拿安远的身世当筹码，其实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临终见一面的。你是想把那个皇位塞给安远，让他替你收拾这3年的烂摊子。你想在大庭广众之下演一出父慈子孝，让全天下都知道你陆子言是个人。你这一生还真是老样子，嘴里说着赎罪，心里全是算计。不是的，安澜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承认晋北王的事是意外，但我求国师找你是真的想见你。想见我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？为什么要让国师拿着玉佩，用安远的安危来威胁我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想见我。说不出话了，因为你知道我不会见你，因为你心虚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心虚，我怕你赶我走。安澜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我也不敢求原谅，我只想在死之前，哪怕只有一眼再看看你。你看到了。你恨我，安澜，恨我也好，至少你心里还有我的影子。我不恨你。不恨？你怎么能不恨我？恨，太累了。陆子言，我要养大安远，要传下苏家的绣魂术，要在这乱世里过我自己的日子。我的人生里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唯独没有空位留来恨你。你连恨都不肯给我。对，你这样的人不配占掉我哪怕一丝一毫的情绪。你要我来看你，我来了，你的心愿了了，现在该你了。晋北王的密奏你自己看。他要动安远。对，晋北王的人在镇上已经徘徊了半个月，国师说你在安排公开传位的事，我问你，你还能撑多久？陆子言，现在说你要赎罪，但不是把皇位传给安远，那只会让他成为诸王围猎的靶子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要做的是当众死。你要以先帝身份公开现身，当着全天下密探的面，亲口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，然后将内卷传位诏书当众焚毁。你要告诉全天下，安远与你陆子言毫无关系，他只是我苏家的孩子，然后当众自尽。只有这样，晋北王便再无把柄，安远从此才能彻底安全。你做不做？好，我做。安澜，我知道你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，但你来找我，至少说明你还是在意安远的。我这一生欠了太多人，江山、臣民、父皇，还有你，如今能把安远的债还了，也算死得其所。只是，安澜，你能不能叫我一声，就像当年那样？当年是哪样？你叫我子言的时候。陆子言，我救过你2次，第一次在荒野救你的命，第2次在这里救你的良心。这辈子我不会再叫你，下辈子也别让我遇见你。好，下辈子我也不配遇见你。听说了吗？那木屋里住的好像是个天大的贵人，别瞎打听。你看墙根底下那些穿凿穴的，那是京城来的密探，小心掉脑袋。诸位，朕，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早该烧成灰的亡国之君。今日我来，只为2件事。这是朕亲手拟就的传位诏书，朕曾想将这万里江山传给朕这辈子唯一的骨血，但他拒绝了。他宁愿做他母亲的儿子，做一个普通的江南庶民，也不屑做朕的继承人。既然他不要，这皇位便随朕一同去了。第2件事，朕这一生负了一个女子，她救朕2次，朕却夺她骨肉，灌她毒药，在漫天大雪里对她用刑，朕负她，负得干干净净。今日朕还她。慢着，先帝且慢。您若有血脉在世，理应由皇子继位，这是天道伦常。您若自尽，便是置祖宗江山于不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安远的确是朕的骨血，但他不姓陆，他也绝不成朕的江山。从今往后，谁若敢拿他的身世做文章，朕绝不放过他。安澜，我说过会护你一辈子，这辈子做不到了，下辈子，算了，下辈子你也不想见我。娘他！安澜，那年在荒野，你救我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救我，
到底有没有哪怕一点点？娘，他死了。我知道。诏书毁了，人也死了。走。苏娘子，陛下的后事。他是皇帝，按皇帝的规矩办。那葬身之地，先帝临终前曾念叨，想葬在能看到江南流水的地方。葬在哪里，不必告诉我。那传位诏书已经烧了，随着他的江山梦一起烧得干干净净了。娘，娘，方才他问您的话是真的吗？那年，在那片荒野里，您第一次救起重伤的他，带他躲避追兵。那时候的您，到底有没有？没有，从始至终都没有。官人，京城来报，靖北王密谋篡位，已被薛爵圈禁，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知道了。如今调任江南，这衙门清静，倒是种树的好地方。娘，您这几月总是一个人坐着，远儿常跟我说，您这辈子受了太多苦。那日在广场上，您看着那个人倒下，娘，您恨了一辈子，累不累？谁说娘恨了一辈子？可您那天在广场对着他一句话都没给，远儿问您救他的往事，你也说从无动心。那天我说了假话。是你救了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安辽。苏姑娘，你救了我，我无以为报。等我伤好了，带你回宫，娶你为妻。那一刻，我是动过心的。那您……所以后来他娶我的时候，我以为是真心，直到他为了孟清潭抢走我的孩子，灌我毒酒，对我用刑，我才知道那一刻的真心只值那一刻。那您现在还恨他吗？不了。是什么时候不恨的？是他死的那天，还是他当众下跪的那天？不是他死的那天，也不是他在木屋里流泪说对不起的那天，是我把安源养大，看着他从4岁孩子长成状元郎的那10几年。那些年里，我渐渐忘了恨，不是因为原谅，而是因为我的人生早就不是围着他转了。所以娘是放下了？不是放下了，是把他的重量从生命里拿掉了。